翌日，当伊藤雄彦和田中浩一戴着口罩在中央公园跑步的时候，苏若离与父母一起千恩万谢地向叶晨辞别之后，前往机场乘机返回了金陵。而叶晨则在纽约又多停留了2天，与伊藤菜菜子以及其他伊藤家族成员相处2天之后，伊藤菜菜子也依依不舍地与叶晨道别，一家人启程返回日本。伊藤菜菜子走后，叶晨给万隆店下了一个命令，让他们将那个将违禁品亲手交给马兰的宗秋华抓回了纽约。宗秋华本名严素英，最近这些年一直与他的姘头一起跟着梅玉珍做下线，此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宗秋华这个虚假的身份冒充女企业家，将那些需要人肉带出境的违禁品交到梅玉珍选定的骡子手里。虽说这个女人并没有亲手杀过人，但是她跟着梅玉珍助纣为虐，也确实坑害了不少无辜的受害者。若是按照情理，也该让她以死谢罪。不过考虑到她现在是马兰出狱的关键，所以万隆店的人才留她一条狗命。至于她那个同样恶贯满盈的姘头，则早就被万隆店的将士干掉，丢进了拉斯维加斯附近的荒漠之中。同时，万隆店将士也掌握了宗秋华国内家人的身份信息，所以以此作为筹码，要求宗秋华主动向美国警方坦白自己的一切罪行，否则的话，不但要杀了他，还要让他的家人付出代价。知道自己插翅难逃的宗秋华，对万隆店的要求不敢有任何忤逆。他知道，如果自己向美国警方坦白，虽然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走出监狱了，但最起码还能捡回一条狗命。所以，眼下的他根本就没有第二个选择。当宗秋华被带回纽约，并且向纽约警方投案的时候，远在纽约市郊的贝德福德山惩教所刚到犯人用午餐的时间。按照贝德福德山惩教所的规定，午餐开始之前，狱警会对每个牢房进行一次点名，点名之后，牢房的大门打开，所有人井然有序地前往餐厅。在餐厅吃过饭之后，所有人再前往操场放风，结束放风回到牢房，还要再清点依次人数，确认无误之后，关上房门，等待下午吃饭。此时此刻，马兰并不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已经开始了倒数。眼下他所在牢房刚刚清点完人数，不过即便其他人都已经开始列队，可马兰仍旧懒散地躺在床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悠哉地看着一份中文读物。清点人数的女狱警对马兰的行为视而不见，在确认这间牢房没人越狱之后，女狱警朗声道：“现在可以去餐厅吃饭了。”说完，她便来到马兰面前，殷勤地说道：“兰姐，今天厨房做了肉酱意面和虾排，我让厨师给您准备了一份西红柿鸡蛋的卤子，您要是需要的话，到餐厅直接找克莱尔就行。”这女狱警之所以对马兰如此忌惮，主要是因为马兰是典狱长指明要让所有狱警关照的对象，而且之前的狱警杰西卡就是因为得罪了马兰，才沦为了阶下囚。所以贝德福德山惩教所的每一个狱警都知道马兰背景非常厉害，所以见到他也都格外恭敬。典狱长之所以关照马兰，主要就是因为马兰是费可欣点名要他照顾的人。费可欣在纽约的影响力非同一般，绝非一个小小的典狱长所能比拟，所以对典狱长来说，马兰简直就是自己攀附上流社会的绝佳机会，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愿错过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整个贝德福德山惩教所的狱警对马兰也就更加忌惮。而马兰不只是在狱警面前有权威，由于那3名万隆店女战士的战斗力实在爆棚，原本贝德福德山惩教所的那些刺头几乎一个个都被削了好几顿，现在全都消停了下来。
完全没人敢在监狱得瑟分毫。马兰有这3人撑腰，早就成了被德福德山惩教所名副其实的头号人物，还给自己起来一个外号，叫被德福的山鬼见愁。此时的马兰看着那女狱警，缓缓放下手中的杂志读物，有些不满地说道：“小卢，不是我说你，最近这几天送来的杂志也太没劲了，这里面的故事又烂又俗，还没有半点营养。你就不能给我整几本知音看看吗？”知音，女狱警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，所以压根不知道知音是什么，于是一脸紧张地问道：“兰姐，您说的知音是什么呀？”马兰一脸倨傲地说道：“知音是一本很有深度、文学性极强的中文杂志，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最喜欢的文学刊物。如果不是你们美国人对我们华夏文学家有偏见，知音里的作者早就拿诺贝尔文学奖了，真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。”女狱警尴尬地说道：“兰姐，诺贝尔奖不是我们美国人评的啊，主要是瑞典人搞的。”马兰皱了皱眉问道：“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女狱警赶紧介绍道：“因为诺贝尔就是瑞典人，是他把钱捐出来搞的诺贝尔奖。”马兰意识到自己露了怯，立刻冷哼道：“那又怎么样？什么瑞典的、瑞士的，不都是你们美国人在背后掌控的吗？”女狱警忙道：“兰姐，诺贝尔这个真跟美国没关系。”马兰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哎呀，我不跟你废话了，赶紧给我想办法弄一批知音来看看。”女狱警只好恭敬地说道：“好的，兰姐，我这就去帮您想想办法。”马兰问了一声，摆摆手道：“行了，你出去吧。”女狱警连忙点头说道：“好的，兰姐，那我就先出去了。”女狱警走后，一群殷勤的女犯人围了上来，一个个七嘴八舌地说道：“兰姐，您休息的怎么样了？兰姐，我们陪您去吃饭吧。”马兰嗯了一声，慢吞吞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她懒散地伸了伸懒腰。随后他看到人群中那个唯唯诺诺的克洛伊，那个克洛伊便是之前这间牢房的狱霸，一直想方设法地欺压马兰，只可惜眼下他在这间牢房已经彻底沦为了马兰的发泄对象。马兰看到克洛伊，便不耐烦地对他招了招手，说道：“来，克洛伊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”克洛伊顿时紧张得浑身发抖，连忙恭敬地问道：“马女士您有什么事？”马兰冷声问道：“没事就不能叫你了吗？”克洛伊不断地摇头说道：“能叫，当然能叫，克洛伊24小时听候您的差遣。”马兰不屑地轻哼一声，厉声道：“你和杰西卡今天中午不要去吃饭了，留在这里，把所有人的脏衣服都给我洗干净良好，赶剩一件没洗或者没洗干净，我就打你50个耳光。”克洛伊惊恐地说道：“我们昨天才刚洗过所有人换下来的床单、被罩和枕套，一直洗到夜里12点，能不能让我们缓一缓？”马兰直接将手里的毒物甩在克洛伊脸上，瞬间把他半边脸砸得通红，随即冷声道：“你再敢跟我他讨价还价，以后所有人的内裤和胸罩我都让你们2个来洗。”马兰冷声问道：“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”